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Kiki， 我是 Fiona。这一期开始呢，我们想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说一下我们手上的镜头。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这个镜头它的表现力，我们打算用一个镜头一期节目这样的方式为大家展示这颗镜头的画质，这颗镜头的特点，然后呢之后再通过分析说出用这颗镜头的痛点还有它的优点。因为我们在之前拍摄前几期节目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放了一些零碎的片段，然后很多朋友也在评论区跟我们提到说希望看多一点的样片，那我们就决定一颗镜头我们就给一整期的节目量，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更多的真实样片啦。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颗镜头要做的就是适马的45厘米2.8光圈 A7C 伴侣的这颗镜头。那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看吧。I wish you were easy.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but you talk to everyone except me. Makes me think you don't want me. I wish I were simple, that I gave in just a little, but I talk to everyone except you. So how can I blame you? How can I blame you?好，现在我们来把之前放给大家看的片段呢分析一下，用这颗镜头哪些部位我们拍的比较辛苦，哪些部位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好用的。对。首先我想说一下，这是一颗45厘米的镜头，所以这个镜头在比较狭窄的空间的时候用起来会比较辛苦。那比如说我们在花店的时候离得也不是非常近，但是感觉就是它已经就是只剩一个大头了，就是直接怼我脸上了。就我也不是故意要把你拍成那样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比较有局限性。在室内的话可能要避开，就是要么就是站远一点，要么就是通过镜子里面倒影啊，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拉远主体的距离。45的这个焦段在其他时候用呢反而还蛮舒适蛮好用的，因为对于Fiona来说她是很少拍照的新手所以呢她拍照的时候呢，她就觉得这个焦段对于她来说在构图方面会比较简单，没什么大难度嘛。对，只要不是我手抖的，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用的焦段嘛，所以我要是再觉得它难用的话呢，应该就属于我没有摄影天赋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用下来总体来说 OK。而且就是大家老是说这个2.8的光圈可能有一点小了，就是可能那个景深这方面不会很好，但我觉得拍下来还可以。我们在样片里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有一段感觉很难有视角拍 Fiona 的那一段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景深其实还蛮有电影感的。2.8的景深它不会把就是后面糊的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呢它又能够突出主体。在很多想有电影感的一些拍摄里面，大家都会用2.8的，这样子它有一个景深，你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嘛，所以那天已经是黄昏的时间了，对，所以呢我们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有一点暗暗的，我觉得也不错，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光圈确实是有一点小，就是你刚刚进花店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明显有一点黑。暗的光线情况下的话，这个镜头可能就会比较吃力了。如果你想在暗光环境拍片的话呢，我觉得1.4的光圈还是蛮必要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整个片子的顺滑度怎么样？这一套呢正好刚刚可以用那个智云 M2 的那个稳定器，所以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那天那个稳定器没有调好，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用手持呢拍摄的。对，之后因为现在稳定器已经好了嘛，所以我们之后也可以再带这一套出去再拍一次。但是那一天全程手持的，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没有抖得很厉害，没有抖得很厉害。但是我好多用的是慢动作，所以不觉得。但是就是当时我拍的几个就是不是慢动作的，我正常时间去用手移动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是平稳还蛮好。我用的是它的那个陀螺仪稳定。所以是还不错的，就是只要你不是剧烈的运动，应该正常日常这种拍摄都没有问题。对。接下来要说的肯定还是对焦问题，但这个有点老生常谈了，因为从我们开箱这台机器开始，我们就在夸它的对焦。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们用我们之前那一台机子拍的时候，我拍真的很辛苦，因为就是我要拿稳定器，我要估画面，然后
他还经常给我跑焦，就基本上拍出来很多画面都废掉，就不能用，还挺可惜的。所以就在这个机子的话，起码我觉得你唯一不用担心一点就是，你起码不用担心这个焦会对不上，不然的话，你很多时候你拍了很多片段，你觉得很好，结果发现没有对上焦，那你就是在做无用功。那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它的一些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吧。它要缩小体积，它就牺牲了一些比较方便的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光圈环的静音功能，它就没有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索尼的相机它有一个按钮，拨过去，你转动光圈环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特别适合摄影。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拍照。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颗镜头上面没有快捷键。用惯索尼的用户应该都知道，索尼的镜头上会有一颗快捷键，你可以自定义，比如说我按一下24毫米的镜头就变成35毫米了。我觉得切换的时候比较方便，我一颗镜头就可以当2颗镜头用了。但是这颗镜头上面就没有这个按钮，就是说你少了一颗快捷键。但是瑕不掩瑜，它价格它体积在那了，它肯定会做出一些牺牲的，所以就是又回到我们以前强调过的点，就是没有完美的器材。对，它确实有它好的地方。如果你想要这个焦段，也蛮喜欢它的这个轻巧方便的话，我觉得这颗镜头是真的很值得买的。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适合预算不是特别多，然后又想上全幅机器的。小白用户，不要看我，就是真的性价比很高，就是没有别的说的，而且你挑不出什么特别大的错，就是特别影响你最后成片效果的错，用下来是没有特别大的痛点，所以它值得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不要忘记给个1键3连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形式，不要忘记弹幕或者留言区告诉我们下期想看哪个镜头，这样我们就有节目素材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的话，也希望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跟我们交流。之前的帮助让我们改善了灯光以及收音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陪着我们一起进步。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们做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拜拜。